爹爹，为什么要戴黑脸脸呀？那个叫面具，不叫黑脸脸。因为父王怕把别人帅疯，所以要遮一遮。不是，叶修你说什么？我刚才脑子里有点串了线，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我就不信一个人能连续不要脸2次。你别说，你还真别说。爹爹说他怕把别人帅疯掉，所以就戴上了黑脸脸哦。小乖乖，你爹帅，那明叔叔是什么？明夫妇是好看。我一个大男人，你用好看形容，嗨，我不活了我。恭喜宿主完成帮助修复金南堤的任务，任务获取500积分，当前积分余额为695分。仔仔，咱们发财了呀，上600啦！600是多少嘛？很多。很多很多吗？很多很多，多到我都数不清。妈，七七为什么数不清数呀？七七是不是有点笨笨呀？没关系，我可以归零，然后就数得清了。耶，有道理耶。粉雪季，所在时空现粉红色的雪花，持续时间5分钟，售价200积分。这不诈骗吗？这啥玩意儿啊？就200积分？哇，要买呢！团77，不是仔仔，咱们换这个根本不划算呐。团也不想兑换呢，可是他给上粉红色的雪花耶。这，难不成我们时空系统本质上就是一帮诈骗犯吗？哎呦，不，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现在的问题是仔仔要兑换的事情。仔仔，你听我说，这种华而不实还标出天价的技能，他的目标客户就是你们这种2到5岁的小奶娃。哦，原来是这样。团也不想兑换呢，可是他给上粉红色的雪花耶。哦，原来是这样。对，所以呀，仔仔，你现在懂了这是一个营销陷阱了吧？懂了，这个技能就是为我们小奶娃专门量身定做的呢。啊哈哈哈，买！不是，这怎么？那个，就是说，这是不是属于被系统的技术部门抓住了购买欲望点？哎呀，不行！警告：系统不得干涉宿主做出积分兑换指令。仔仔，你听话，这个东西性价比太低了，简直就和我在商城买计算器一样。一般的黑色计算器19积分，粉红色计算器25积分。这2种计算器除了颜色不同之外，其他的一模一样。25减19等于8，这多出来的8积分就花在颜色上，太亏了。你买了计算器，你为什么不用？25减19是等于8吗？8积分呀，这么多！对呀，而且更可气的是，他们南系统的商城就不存在这种差价。他们买东西，所有的颜色都是一个价，影响价格的只有功能。这是为什么呀？我不知道，可能南系统都是瞎子。随便吧，反正仔仔，你先不要买，我现在就写申请书，申请把粉雪季这个选项加入大转盘，然后我们5积分去抽。好耶！朱兄早啊，在下还在岸上就听人说，今年的密江商论来的可都是行业的领头者。这一进门，果见兄皆是气度不凡，与朱兄身处一室，在下实为惶恐。哪里，在下乃平津商会的会员，周小福金氏的创始人。你叫我老周就行，不知这位老板如何称呼啊？
在下是做木材生意的。小乖乖，过来。吃什么了？南瓜酥哦。不知这位老板是打哪儿来呀？在下从京城来，途经平江。竟然是经商。哦，对了，我是做木材中金丝楠木生意的。众人震惊，这是什么极限大传器？这位兄台售卖的楠木，可就是小女娃头上这种？小小夹子，不足挂齿。什么不足挂齿啊？你在说什么猪话呀？你知道我的前身是什么吗？我可是御书房的桌子。你要问是什么桌子，那就是给皇上奏折、盖大印的桌子。我超牛哒哒哒啊！明老板，这位和你一起来的老板是？那是我爹爹哦。小姑娘，那你叫什么名字呀？团的名字是青鸾副将钱团团哦。原来是青鸾城的钱老板，幸会。不必多礼。诸位老板别介意，钱老板这人是从青鸾城来的，诸位都知道，青鸾城那个地方嘛，乱。从那种乱世出来的商人，脾气古怪，乃至有点变态，这都是正常的。大家理解一下。明秋这么一解释，也说得过去。于是众人便跳过这一环节，开始了正式的密江商论。金阳城此次水灾，我少说亏了10万两银子。哎呀，好家伙呀，气氛全无。水灾的时候啊，我那批货正好在金阳城中转，丝绸一泡水，那不全完了吗？再加上那几日又在下雨，我还让手下的人高价买了遮雨棚。这一发大水，不仅丝绸全废了，连遮雨棚的账都还欠着。一批丝绸而已，动不了许老板的根基。遮雨棚也就几百两银子，不至于要欠着吧？许老板开玩笑了啊！我还真没开玩笑，我欠着钱不是因为没钱还，是因为雨棚是找柳家做的，柳家在水灾之后啊，一个活口都没找到，我还给谁啊？哎呀，我在金阳城的中转仓也淹死了10多个长工啊！我今年是不敢继续在金阳城中转了，风险太高了，而且那堤坝，不敢说呀。我相信金南堤已经修复好了，那可是九王爷亲自监督的，出不了错。这里如何？青州城，青州城的确是拥有大楚数1数2的交通要道，并且青州城的气候也很适合做成中转站。再加上青州城属于靠边境位置的城池，物价水平也不高，综合来讲就是各方面都很合适。但唯一有个问题，太远了，离金阳城太远了。我们现在的选址还要考虑一个因素，那就是离金阳城近。朱兄为何不直接考虑3年或者5年计划？明老板有何高见？朱兄最主要想要的是朝廷的扶持和利好政策，对吧？不出2月，就会有更好的政策出现在这里。青州城？青州城没有，但是这里有。青鸾城？乱，但是赚钱。能有多赚钱？而此时小团团手里捏着一个圆核桃，瘪着小嘴儿，正在犯愁。这个核桃怎么打不开呢？他为什么不能自己碎掉呢？小家伙大眼睛转转，努力开动小脑筋，然后他就伸出小手手去自己的小包包里掏啊掏，摸了好一会儿，终于摸出来巴掌大小的红宝石原矿。然后就见小家伙使出吃奶的力气，哐当的一下砸核桃。爹爹，七呢？那青鸾城的利好政策具体是什么呀？免除3年商税。明老板消息可属实？
实不相瞒，明某人也准备将全部家当都投入青鸾城。消息若是不属实，那我不是死定了？哎，还有消息称，青鸾军打算将边境线往南蛮地区推进5公里，到时候那多出来的5公里便是边境贸易的开始。哇，小郡主果然越来越可爱了，而且九王爷竟然还有这样温情的一面。我要去青鸾城发展，我要为青鸾城做出贡献，我爱青鸾城。景会长到了。景洪是刺史景大人家的二儿子，兵部尚书的二舅子，35岁时成为平津商会的总会长，如今在江南商界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号召力。哎，景家了不得呀！景朝云是平江刺史，景洪是金平商会的会长，一个从政，一个从商，还都是界域的顶尖人物。景家当真没参与？这里人多，所以九王爷的话没说全。如果说全的话，就应该是景家当真没有参与贪腐，哪怕参与了一丁点儿也算参与。当真没查出景家有贪腐，就不能给他塞一包银子？明秋这厮，当土匪果然是他最好的归宿。景某看二位有些面生，不知景某可有幸识得二位？哈，景会长客气了，快请坐。随后明秋便将今天现编的身份说了一遍，在介绍钱老板的时候自然说是青鸾商人。老爷怎么说？九王爷一行人还有什么特征没？老爷说，你只要看到一个长得很乖，说话很可爱，声音还萌软的，那比你妹妹小的时候还要乖萌的小奶娃，那就是小郡主了。这么一长串，连一个有用信息都没有，爹到底是怎么当上刺史的？真是搞不懂。既然亲爹靠不住，那么他就只能想别的办法了。于是景洪又吩咐小厮回去拿陈夫人寄回来的家书。回去拿家书。是。小厮这回速度很快，早去早回的，不消1刻钟便把东西拿回来了。景洪一封封的拆开看了，一点点的筛选有用的信息。小郡主昨日来我们家看妻儿了，还带了一只白色小狗，小狗和它一样乖，额头上还有一道金色闪电，一看就不是普通小狗。不过它老喜欢跟在小团团身后跑来跑去，就像个几个月大的小奶狗。二哥呀，我跟你说，奶娃加上奶狗简直要把人萌化。钱老板的女儿叫什么来着？青鸾富商钱团团。钱团团，钱团团，团团，小团团。破案了，这一行人就是九王府的人。密江商论的主题话题结束之后，接下来便是供大家消遣的江上晚宴了。王爷，景洪在前面那条街的拐口处，看起来是在等您。他今天拍那么多马屁，想来是猜到你的身份了。不过我就很好奇，他是怎么看出来的？是叶小四。之前还在船上的时候，小四在桌上玩核桃，玩着玩着自己把自己玩生气了，然后一爪子就给核桃拍得稀碎。当时大家都很震惊，唯独景洪十分淡定。兄弟们，我刚才好像听到咱王爷说了叶小四，我是不是产生幻觉了？你们听见了吗？听见了，我听见了。哎，我也听见了。不过咱王爷是怎么知道小神兽的名字的？小四不是我们跟小郡主一起起的名字吗？王爷又不知道。你们一天天都小四爷的，王爷能不知道吗？可是王爷怎么知道小四爷的全名叫叶小四啊？我们可没喊过小四爷的全名啊。所以说，王爷这就是承认了小四爷是他亲生的，子从父姓没毛病。啊，对。
你们又在说什么恶心的东西呀？哎呀，王爷是个男子，男子怎么可能生崽啊？我如果有一天被恶心疯了，一定全部都是你们的责任。团团人小，也用不了这么严揍哦。草民平江刺史景昭云二子景洪叩见九王爷，九王爷千岁。起来，景会长年轻有为，一人掌控3成富商，了不起啊！草民不敢，与王爷的保家卫国相比，草民这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王爷若是想给青鸾城招商，草民愿意效劳，只是草民有一事相求。既然王爷许诺青鸾城3年不收商税，可否给平津商会一个独家的机会？3年内的青鸾边贸只交给平津商会的会员和今日参会的几个商人做。作为回报，草民愿意将利润5-5开，与九王府平分。王爷以为如何？这5成利全当是给小郡主的见面礼。团团，景会长说要跟你5-5分钱，你同意吗？会长呀，5-5不好，听起来像是在哭哦。那小郡主觉得多少合适？团团人小，也用不了这么严揍哦。要不然会长9，团团1吧。团团人小，也用不了这么严揍哦。要不然会长9，团团1吧。那怎么行啊？团团1，会长9不行吗？那就团团9，会长1吧。不是，怎么这个分配一下子就颠倒过来了？本团团是不讲价的哦。没错，咱家都是一口价。嘿嘿，前些日子你爹也露出过这个表情。小郡主，您看82能行吗？就您8，商会2，您看如何？好的哦，君子一言，4个清风都对不上哦。景会长，那位钱老板可就是青鸾城那位人物？什么人物？你在说什么？景哥，咱都多少年的兄弟了，你跟咱打什么哑谜呀？你就说那位钱老板是不是青鸾城的镇守王九王爷吧？你怎么知道？钱老板从侍从手里拿的银血刀可不是摆设，那刀柄就能看得出来，至少喝了5年的血。能挥银血刀5年并且还健在的，那必然是青鸾城的那位白将军。怎么样，兄弟猜的对不对？樊庆生虽然不是平津商会的会员，但是与景洪私交甚好，他把话都说这么明白了，景洪也就没再打太极，将之前和九王爷谈的事情说了一遍。王爷就没说其他的，没说军火走私啥的，也没说明日就要把我拉到菜市口砍头吧？脑袋不还在脖子上吗？焦虑啥？嗨，就怕咱今天没表现好来着。老景啊，你觉不觉得九王爷的女儿好乖呀？今天咱在圆桌上说那么多他不感兴趣的东西，他又不吵不闹的，只和那个小白狗拍手玩，也太乖了吧。今天圆桌上说的青鸾城未来3年商业规划那么重要，你的关注点竟然在九王爷的女儿身上，你真的是大楚第一地下军火商吗？那个小白狗也是绝，看起来小不拉几的一只，一爪子下去，桃核都分不清哪里是皮哪里是人，那力气大的简直和乖萌的外表十分不符合，不像小郡主长得萌，性格也很萌，就十分的表里如一呀。表里如一，那是因为你没和他谈生意。爹，你这戏法练的，还不如叫大哥教你2套拳法。你懂什么？我一介文官，怎么可能突然习武呢？文官习武怎么了？爹，你是不是想太多？是你想的太少，就你这缺心眼儿的，你刚出生我就觉得你不合适当官。
我今天见了九王爷。你那什么破商会搭上青鸾城的线了？不是，您怎么知道？金南堤的修复已经完成，上会书也已经整理好了，但是九王爷似乎还不着急回京复命。再加上景昭云留意到王爷似乎对江南的商业模式十分感兴趣，所以景昭云大胆猜测王爷可能是要发展青鸾商业了。爹，那以后你不会用你的破商会跟王爷谈了合作吧？对，是谈了一些条。爹，你怎么用茶水泼我呀？你不要命了你？那是九王爷。我怎么就不要命了？他要地区经济，我要长远市场，谈条件也是公平交易啊。你以为九王爷能控制青鸾城那种势力复杂的乱世地区，靠的是公平交易？你这是与虎谋皮，你知道吗？可是我谈下来的合作分成只有2成利呀。你会同意2成利？景洪见他老爷子不相信他，于是只好把今天那82是如何谈出来的经过说了一遍。上当了吧？他机灵得很呐。爹，我就算是上当了，那也是亏的咱家银子，你高兴什么呀？你前几天不还在嘲笑我被小郡主坑了牛的事情吗？怎么样，你现在知道厉害了？你还成天鼓捣你那商会，你还号称江南第一商人呢，瞧瞧你这磨价能力，还不如一个小奶娃。你应该谢谢小郡主。谢什么？谢他给您找了讽刺我的机会？你但凡再敢提高一点儿，3年之后便是你的收割之日。当然，或许等不到3年，你的位置就该换人了。你要知道，他是九阎王。景洪听了他爹一席话，这个时候才回过味儿来，心想小郡主坑得好，坑得好啊！爹，晚上干什么饭饭呀？本王看你像个饭饭，下午吃了那么多坚果，消化完了吗？又惦记吃了你。宁夫妇团团想吃石头香煎包牛肉哦。不行，你今天只吃了坚果和肉，晚上必须吃些青菜。爹不给饭饭吃。他就是想吃点牛肉，怎么就不行了？你到底会不会当爹？你要是不会……然后明秋和叶团团就双双被赶了出去。宁夫妇团团想吃石头煎包牛肉呢。吃，咱们这么乖的小奶娃，想吃啥都行，想吃啥都给。明秋又暗搓搓地削了2根莴笋，还让客栈的后厨给切成薄片。明寨主的明式喂娃法之肉卷菜要重出江湖了。1根、2根、3根、4根，还有小四呢！1根、2根、3根。小四嗷嗷呜，小脚脚原地着急地跺着，要和姐姐一样呢。小团团飞起来做饭饭了哦！小四也要玩呢。小四爷，你讲道理不？你没有手指，你捏不住夹子，也不能给牛肉翻面。我不听，我要和姐姐一样哦。可是你是爪爪，不是手指啊！爪爪又圆又短，你……小四爷，你松口！我的袖子！不来一口？金南堤弄好了，灾后重建的安排也上报了，青鸾城的招商也做完了，不喝点庆祝一下？这可是我从青鸾城带出来的酒。九王爷闻言便伸手接过，仰头也灌了一大口。你想当皇帝了？好家伙，这是我们能听的吗？凭什么又看不起我了？来一趟江南，叶九你的性格真是越来越烂了。你若是不想当皇帝，为什么要稳定青鸾城？
明明你我都知道，青鸾城是你的后盾，没什么必要彻底安定。安定青鸾城和地位有什么关系吗？只有青鸾城安定了，你才没有后顾之忧，才能留在京城。而且，若是把青鸾城的经济做起来，那就是夺嫡之争最好的筹码。你就是想留在京城。九王爷点头，承认了他的确是打算长期留在京城。你就是准备当皇帝了。九王爷摇头，这个真没想过。那你为什么要留在京城？因为小东西要去上书房念书。就为了小乖乖读书，你搞这么大阵仗？不然呢？以后跟你一样文盲？哎，说话就说话，你不要骂人啊！你这么悄摸摸的，连请刺史都不告知就要走，是不是怕百姓们送行的场面太大，显得你功高盖主啊？本王只是嫌吵。好臭屁！明秋一边嫌弃，一边继续把蜜浆酥饼用盒子密封好，这些都是叶团团要带在路上吃的。他吃不完，你随便装2盒就行。可以，那我要告诉小乖乖，是他爹说的，只装2盒就行。那你还是给他全部装上吧。呀，团团还要带点江南的石头回去呢。小郡主带石头回去干什么？留作纪念吗？用来煎包牛肉哦，团团要带回去给皇爷爷吃吃。是，小郡主。还要去带点爹爹喜欢吃的霹雳尖尖碎。凭什么本王排在他皇爷爷后边？不应该是先考虑本王吗？要笑你就笑，你不笑你就不笑，你这样又笑又憋着的，看起来真的很变态啊！明夫妇，你又被爹爹踹出来了。带霹雳尖尖碎是给王爷吃的吗？不是哦，是给大哥哥和二哥哥带的哦。自作多情，还搁那嫌弃排名，人家压根儿没想给你。哇！明夫妇，你又被爹爹踹出来了。哎呀，那怎么可能呢？明叔叔啊，是专门下来陪我们小乖乖去买吃食的。好耶！还要给糖糖姐姐带零嘴，还有陈胖记，还有都管管，还有青青夫人。飞 go！ 就这样，叶团团花了大半天时间，终于买好了各种他喜欢吃的江南小零嘴儿，准备回京了。1、2、3、4，抬手手；2、3、4，踢腿推。明夫妇呀，团团下午买的小夹夹装在哪里了呀？团团找不到了呢。明夫妇呀，小郡主，明寨主还有事，就不和我们一起回京了。明夫妇不和团团回家吗？那是不是团团见不到明夫妇了？是的，小郡主。虽然咱们短时间内看不见明寨主了，但是……团要明叔叔吗？小郡主乖，明山寨上还有很多产业，明寨主需要回去先把。团团不听，团团要明叔叔吗？爹爹是不是又把明叔叔踹飞了？爹爹是坏蛋，爹爹是大坏蛋。本王就不该回来，为什么非要你明叔叔啊？爹爹就知道
要欺负团团，明夫妇每次都帮团团挨揍，明夫妇，你这哭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明叔叔替你挨揍，直接被本王给揍嘎了呢。启程。是，王爷。不启程。是，小郡主。就在暗卫觉得自己要精神分裂的时候，突然城内一匹黑色骏马奔腾而出。小乖乖，你少拿了一盒小发夹。明夫妇跟团团回家哦。嗨，咱这算不算把小魔头给养熟了？好，跟你回家。真的吗？真的吗？说好了哦。真的。说完便单手抱着娃，手上的马鞭一甩，黑色骏马再次奔腾而出。哟呼！哟呵！你们寨主真要去京城，那他的生意怎么办啊？公子打算每个月回一次青鸾城。公子说他和九王爷是兄弟，进京替九王爷收尸也是应该的。明寨主这张嘴，挨揍也是应该的。曲项向天歌。哎呀，头疼。曲项向天歌。哎呀，头疼。1个月前，户部尚书林大人病逝，经举荐考核之后，由原户部侍郎纪梵希暂代户部尚书一职，代职考核期为3个月，但又因为纪侍郎在林大人告病之时，已经暂代了3个月零2天的尚书职务，遂于皇上亲笔朱批之后，原户部侍郎纪梵希直接升任为户部尚书。户部事如此，在左丞相。皇上，九王爷和小郡主回来了，于1刻钟之前抵达九王府。左丞相于1周前告病还乡，如今左丞相之位空虚。退朝，传朕口谕，让老九即刻入宫见朕，让他务必把朕的小娃仔带进宫。这……告诉老九，不带砍头。是皇上。周福海细细地交代了小太监，一定要看到九王爷带着小郡主一起上了入宫的马车，才能回宫复命，出不得任何岔子。是，奴才明白。即便是小郡主还在睡觉，那也要看到小郡主那花花绿绿的被子上了马车才能离开。这房子不错，看起来很气派，只是和青鸾城的九王府比起来，占地面积小了不少啊。就算是再小，咱九王府也是永远有明寨主的房间的，要不您就选王爷旁边的那间房住下。你们笑得这么贱兮兮的，是不是又在想什么恶心的事情啊？别胡说，我们只是发现小郡主睡得好香，真不愧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小乖乖的棒呆睡眠质量。真的？看你的房子这么小，我就不住这里了。明寨主这突然坚持的是在搞哪样？他以前住在青鸾城的九王府住少了？这简直就是欲擒故纵，欲拒还迎，欲前分居，欲盖弥彰。还说你们不是在说恶心事情，我简直欲呕欲吐。什么都磕只会害……不，读者说什么都磕，只会让我们营养均衡。也好。啊，不是说要去见皇帝吗？面圣的话，岂不是要给小乖乖梳洗一下？就他那个啪啪鸡窝头，能进宫？不必，他皇爷爷会给他梳洗的。哎，等等，我好像知道你为啥要留在京城了，是因为在京城你爹能帮你带娃，是不是？混账东西！王爷爷，你怎么又来团团梦里了呢？是不是因为团团想皇爷爷了呀？不
不疼，是梦梦哦。公布，这是烂透了。朝廷拨款1亿8千万两，真正用到工程上的竟然只有不到8千万两。官银的流向不好查，有些通过地下钱庄熔银再造，有些直接通过溢价买卖进行洗钱。父皇，此次江南水灾的本质是贪腐，您要肃清朝纲，诛九族者不在少数，然其亦有深明大义、戴罪立功者，可否从轻发落？替谁求情？叶团团的人。准了。准得这么快，父王多少有点昏君气质。虽然，但是有了楚皇这个准字，这些使女子能活。把张回叫来，朕需要草拟圣旨。儿臣告退。你一个人走就行。哎，行。王爷爷呀！睡醒了？团团都想皇爷爷了呢。朕信任的大臣背叛朕，还好朕的乖乖小娃仔不会背叛朕。皇上龙体为重。张回来了，那就得说正事了。叶君渊捏捏小圆脸，然后让周福海吩咐宫女进来给小郡主洗漱，朕得先拟旨。小郡主这么可爱就算了，为什么小郡主的闪电小狗也这么可爱啊？我不行了，我一会儿回去就要写信给我七叔老爷，告诉他小郡主的闪电小狗是全世界最可爱的秀狗狗。周管管，传膳。皇上，这些都是小郡主带进宫来的江南特产，您尝尝。这个是六胡同口的古大娘做的蟹黄鱼皮哦，很好吃的。王爷爷，吃嘛，团团的手都举酸酸了呢。好吃吗？哦，好吃。王爷爷呀，这个蟹黄鱼皮团团等了好久的呢。怎么找的？和皇爷爷讲一下。有一天，有一个小团团，他在街上走呀走，然后遇到一个男孩子，手里拿着这个鱼皮片片吃。然后小团团就问人家是哪里买的，那个男孩子说是家里给做的。那团团可以去你家里吃吗？5、6岁的小男孩一听，当时就愣住了。不是他不想带他去家里吃，主要是家里好像就这么一包了。于是小男孩主动说没有了，娘不肯做。那你娘要怎么才肯做这个吃呀？我娘说，你个挣钱的娃娃，你晓不晓得这一包零食很费鱼皮？我给你说，你每天只能吃1包，你要是想吃2包，除非你被绑架了。绑匪说要用蟹黄鱼皮赎你，否则你别想一天吃2包。是真的要把你绑架了才能有第2包？琪爱呀，是真的要把你绑架了才能有第2包？琪爱呀，然后团团就把他绑架了哦。然后呢？然后告诉他娘说是要10包蟹黄鱼皮才肯放他回家哦。当然，最后的结局是暗卫花银子买了10包蟹黄鱼皮。娘，你看，真有劫匪要咱家鱼皮的。这又是什么？这个是飞鱼饼哦。吃飞鱼饼需要绑架小孩吗？不用哦，不用绑架小孩子的，但是飞鱼饼会让猫猫挨揍哦。
有一天，有一个小团团，他出去玩，到了晚上才回客栈。回客栈之后，就打算去房间睡觉去了。然后那家客栈的掌柜的养了一只胖橘猫。那天晚上，猫猫叼着一只飞鱼饼放到小团团的门口，正准备喵喵2声，告诉小团团门口有夜宵。可是他才喵了1声，一个雪白的闪电小神兽就从窗户跳了出来，一巴掌给喵喵拍飞了，嗖！然后第2天，小团团带着小神兽一起出去玩。橘猫趁着雪白小神兽不在家，于是踩着猫步一步步地挪到了小团团的房间。等到晚上，小团团和小4回家的时候，小神兽警觉地在家里走了一圈，然后就叼出来一个被咬了2个洞洞的口水小围兜。白白用尺子在小4的围兜上比划比划，然后又去猫窝找了橘猫，又把尺子在橘猫的2个尖牙齿上比划比划。你别说，2个洞洞的距离等于橘猫2个尖牙齿的距离。破案了，是小橘猫对小4进行了反击哦。就这样，小橘猫又挨了一顿揍，橘毛乱飞。小橘子不服气，用爪爪拍了一把鸡屎，跳起来就粘给小4。小4作为一个爱干净的，当场就气得嗷嗷叫。于是小橘猫就挨了第3顿揍哦。掌柜的养的小橘猫好勇敢哦，团团从没见过有小动物敢主动野小4哦。说完了客栈的那只胖橘猫的故事，小家伙又记起客栈2楼上能看到的日晷。那是个大石头的圆盘盘，圆盘上面还有一根铁棒棒。团团问爹爹能不能给他拔下来插鱼鱼。爹爹说那是看时辰用的，不可以拔下来。那根插鱼棒棒上面还挂了一个风铃，摇晃的时候叮叮当当蹦蹦咚咚的，就好像有人给团团脸上撒了一把星星糖。爷孙俩一边说话一边吃早膳，5、6个故事讲完，桌上也吃得七七八八了。哇，快给川川，快给川川呐！哇，快给川川，快给川川呐！尺寸都是按之前给小郡主做的蟒袍的尺寸做的，绝不敢有丝毫的差错呀。黄爷爷呀，哈，团团是不是长高了？不还是小小一只？才不是呢，团团长高了好多好多。真的吗？真的真的。去江南吃大肘子之前，团团还没爹爹的桌桌高呢。那吃了大肘子之后呢？也没爹爹的桌桌高。朕在期待什么呀？那你怎么知道你长高了？哎呀，黄爷爷，团团现在已经不是3岁半的身高了哦，是4岁的身高了哦。黄爷爷，团团现在已经不是3岁半的身高了哦，是4岁的身高了哦。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朕怎么不知道啊？就在南堤被修好的时候哦。金南堤修复完成之后，九王爷挑了一个日子宣布大堤重新投入使用，这个日子便是叶团团的生日。
等到后人说起金南堤的修复使用的时候，便会说金南堤是在小郡主4岁的时候重新投入使用的，这就是直男爹爹给的生日礼物，一个小奶娃看不上的不能吃的虚名。皇上，江南水灾刚过，眼下恐不宜大操大办，即便您想办，军机处和朝臣也肯定会极力阻拦呐。有小太监进来通报大总管说，军机处的张大人张回、荣大人荣胜和刑部尚书在御书房外求见。楚皇这边有正事要和朝臣们说，又担心小娃仔无聊，于是安排了工人带着小郡主去转转御花园。牛伞，牛伞，牛伞呀，牛伞，牛伞，牛伞。太子妃娘娘，好像有人在喊你牛婶儿。您在进宫之前是不是住在牛家村啊？原来是小郡主啊。小郡主是何时回京的？牛婶都不知道。牛婶，你被打啦？没有，我不知道小郡主在说什么。牛婶，是谁打你呀？你告诉团团哦。我就知道，他根本不可能这么好心，他根本不是关心我，他只是想听八卦，想看热闹。谁打你啦？跟大娘跟团团唠唠呀。谁打你啦？跟大娘跟团团唠唠呀。你们都去外面等着哦。是，小郡主。小郡主，我身上的伤都是太子打的，他自从受了伤之后，情绪就一直不稳定。挨打最严重的时候，我断了一节尾椎骨。尾椎骨在哪里呀？这是重点吗？你这个小瘟神，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仔仔，你想知道尾椎骨在哪里吗？我给你找找图片看。原来尾椎骨就在牛的屁屁上面一点呀。什么？牛？你叫我牛婶就算了，你现在还要说我的屁股是牛的屁屁，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太子是喝醉了才打我的，每次酒醒之后又会抱着我道歉。不是哦。什么不是？牛夫不是喝醉了才打你哦，牛夫不是喝醉了才打你哦，不然为什么不打你的脸脸呢？或者为什么不打你身上其他露出来的地方呢？所以牛夫打你跟喝酒没关系哦。牛婶，你别哭了，这颗星星糖很甜的哦。听完了八卦，团村口大娘团这才带着张村口小狗腿可可和叶村口八卦神兽小四回去了御书房。好好喝哦。小郡主，皇上还在说事情，你要不要先吃啊？团团要等黄爷爷一起吃哦。走，和黄爷爷用膳去。多谢周总管。想吃什么就吃，不用跟周总管客气。是。你们去江南可见着灾民了？见到了，城门口专门做了灾民区，那里面全是人。灾民情绪如何呀？
灾民可有攻击官府的人？没有，而且王爷到的时候，还有难民请王爷救命。难民很信任王爷。吃吧。是。午膳之后，叶君渊作为一个老年人，是有午睡的习惯的。叶团团在黄爷爷的床上滚了2圈，确认赖皮蛇床太大搬不回去之后，这才回了九王府。哎呀，探头探脑的粉红色的小萝卜真是好乖啊，贼兮兮的。连贼兮兮的模样都很乖的，那就只有我们全世界追着最可爱的小郡主了。哦，爹爹，团团听到一个八卦哦。什么八卦？你黄爷爷又封了一个秀女做才人？这种昏君的不要脸八卦，本王不想听。小乖乖，你听了什么八卦？和明叔叔说说。牛叔打了牛婶哦。打女人？叶千珏这是生理心理都不做男人了？啊？不是，什么牛叔牛婶儿？你这是哪个村的八卦呀？牛叔和牛婶儿就是太子和太子妃。你们叶家的男人就这德行？本王这是被一刀切了。打女人那是叶千珏的事情，跟叶家有什么关系？况且本王从不打女人。可是爹爹打过团团的屁屁，可是爹爹打过团团的屁屁，团团是女人哦。你还没及笄，不算女人。那爹爹打了一个未来的女人哦。叶团团。爹爹说不过团团，就要捏团团的脸脸，是不是？那捏吧。叶九，你还说你不是女宝爹？这是什么绝世小可爱啊，还会主动吼王爷呀！哎呀呀呀呀！那捏吧。你今天进宫就只听了个八卦，没别的了？还有别的呢，黄爷爷还让窦管官给团团重新量了身高哦。量身高做什么？因为黄爷爷要给团团做新裙子哦。做裙子为什么要量身高啊？之前做蟒袍的时候不就已经量过了吗？因为团团长高了哦。长高了吗？爹爹，团团是不是长高了呀？这，长高了。爹爹，团团是不是长高了呀？这，长高了。这么高兴啊？你黄爷爷要给你做什么新裙子啊？黄爷爷要给团团做3条小裙子哦。2条是粉红色的星星裙，1条是黄色的赖皮蛇裙裙。黄色赖皮蛇裙裙是什么？落下几百张的明寨主实在是不知道。就是头上有2只角，身子长长，爪朵很大，还有这样。黄色的赖皮蛇就是4爪大眼朦胧小蟒袍。哎呦呦呦呦呦，我们的小乖乖在京城吃得这么开呀！这太子还没死，你就穿上蟒袍了。黄爷爷还说要给团团补办生辰宴哦。黄爷爷还说要给团团
补办生辰宴哦。哎，我说，那岂不是有很多好吃的？你的小肚肚够用吗？要不要明叔叔把小肚肚借给你啊？好呀好呀。幼稚。瞧瞧，这像不像是一家4口？兄弟们，像不像？你就说像不像？像啥呀像？这本来就是。哎呦，这阖家团圆的样子，真是让人感动到落泪呀！你们又在说什么恶心的话题呀？我都吃不下去了我。大人，您今日将卷宗整理出来，明日可是要传尹尚书来堂。明日是皇上亲审，刑部和军机处只负责审核案宗。哎，总督大人那边本官不了解，但是尹大人，糊涂啊！那个袁敏就是个言而无信的，亏我还跑一趟。袁敏就是仗着家里和袁飞有点关系，简直不把人放在眼里。我前天明明跟他说好了，点心铺子我着急出手，便便宜点卖给他，价钱都谈好了，可是今天就找不到人了。我一会儿去他家里，我就不信了，我这个一品诰命夫人还拿不住他了。老爷，你倒是说句话呀！你现在虽然在家休息，但是你依旧是工部尚书，怎么那个袁飞的亲戚就敢这么耍我？皇上已经通知我明日上朝了。那太好了，等你官复原职，我一定要让那些人知道。夫人，明日我若是被午门抄斩了，夫人不必给我送饭，我吃不下。明日我若是被午门抄斩了，夫人不必给我送饭，我吃不下。老爷，你胡说什么呢？你可是工部尚书，是朝廷的一品大员，整个大楚没几个一品大员的。成也杜丽花，败也杜丽花。老爷，你在说什么胡话？夫人，这个账本是什么？我怎么没见过？这是我箱子里的东西，你怎么……这么说，你完全是知道这个东西的。你打我，尹居正，你居然打我！你当初只是个穷书生，是我和我爹做生意供你念书，给你请夫子。够了，我不跟你扯过去，也不和你说将来，你就告诉我这笔银子是怎么来的。尹居正将账本打开，翻到中间的一页，那上面清晰地写着入账1000万两白银，兑入云来钱庄。说，这是谦儿给我的，说是他的地下钱庄赚来的钱。就他开个钱庄能赚1000万两？那不是地下钱庄吗？专门负责洗黑钱的，本来就很赚钱。谦儿开地下钱庄的事情我是知道的，我也不敢和你说，你这人向来正直，可是正直是赚不到钱的。咱家又是从小地方来的，你我都没有背景，和其他的官老爷也走不到一起，没有关系，那上上下下的打点就只能靠银子。夫人呐，你可想知道这1000万两银子是从哪里来的？谦儿说，这是朝廷修金南堤的银子。什么？这，老爷，你骗我的对不对？夫人，还是那句话，如果明日我被午门斩首了，你不必给我送饭。不，老爷，不，千错万错，都是谦儿还小不懂事，而且谦儿已经被处斩了，皇上不能再斩你，不能。他还小吗？九王爷在他这个年纪都已经带兵去青鸾城保家卫国了。金南堤之灾，我尹居正难辞其咎。娘，你觉不觉得今天好像要出大事了？什么大事儿？你昨天的功课没做好，今天要挨你们夫子骂？
不是，我是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往日里上朝都是官位小的大人先到皇城道这边，可是今日走在前面的可都是一品的大臣，最前面的竟然是平日里上朝最晚的右相大人。大人们今天都勤奋起来了，这不是好事吗？不对，我要是做了右相，我才不会勤奋。右相如此反常，今天肯定有大事发生，也不知道小郡主起床了没有。怎么突然又说到了小郡主？小郡主爱看热闹，要是今天真的有大事发生，她肯定会张开她雪白的大如车盖的翅膀，飞进去看戏。我到底要跟你说多少遍？小郡主她是个人，她没有翅膀。小四呀，团团要出去玩，不带你哦。哇，新兔兔耶！哇，小郡主啊，大公子更新了美食地图，上面有好多家5颗星的铺子。第一弹，芙蓉小高高。芙蓉小高高。叶团团作为一个贪吃好色的小奶娃，十分热衷于带美男逛街，所以都不等他明叔叔说话，就主动把自己的小手手塞到明叔叔的大掌里，直接牵走。就这样，出行队伍中又多了一个明寨主。什么是芙蓉小高高？吃食？是大哥哥的蓝山阁最新评选出来的5星好店哦。小家伙一边说一边打开小地图。明秋一看，这是地图？为什么上面又有小女孩，又有脚印儿，还有爪爪印儿，还有红薯、栗子、西瓜皮？这西瓜皮是什么意思啊？是地上滑的意思哦。还怪形象的嘞。好家伙，这地图还会教他抄近路，看来叶九那个大儿子的脑子还挺好啊。真不愧是大哥哥给5星星的高高呀。小团团，我就知道你会来这里，来，我已经给你买好了。谢谢。小团团，你不会不认识我了吧？认识我，你是陈胖七呗？对。你是不是又长胖啦？我这不是胖，是壮，是威武，是帅。是吗？是呀。咦，你们京城的男娃子说话不捋直舌头吗？恶心呐！这位是一位帅哥。说话这么不要脸，是九王府新来的暗卫吧？不是，咱暗卫司风评这么差的吗？不应该呀，就我这种低调幽默帅气还性感的男人，怎么会不要脸呢？你自个儿听听。这不是重点吗？重点是人家小白龙问的是你是谁，而不是你帅不帅。明寨主真是答非所问。那他应该怎么回答？九王妃呀。三哥，你会说就多说点。我现在能回去不？这位是一位帅哥。说话这么不要脸，是九王府新来的暗卫吧？你真不是暗卫？不是。他到底是个啥身份呢？能牵着叶团团这个小魔王的手，能牵到这种弱鸡鸡小小的一只手，我根本就是一点都不羡慕，真的。好好吃哦！好好吃哦！对，小公主说的对，真的好好吃。
兄台，尝尝。陈气这个死娃子耍心眼儿，明秋都还没接到，他就先松手了。眼看着高高就要掉在明秋的袍子上，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明秋袖风轻微一甩，的确不错。哎呦，还是个练家子。既然你是个练家子，那事情就好办多了。大家都是习武之人，切磋一下应该没有问题吧？反手就要去夺明秋手里的高高。明秋哪能让这小子得逞，手腕上下一翻，带动着气流就将陈气的手压了下去。啊！两人就这么在河边打了起来。10个呼吸之后，陈小公子愣是连明秋的袖子边都没碰到。优雅，实在是优雅。兄弟们，瞧见没？明寨主只有在咱王爷面前才有狼狈不堪的一面，这叫什么啊？这就叫打不过王爷。你要敢说其他恶心句子，你昨天勾破的奸笑我就不补了。呦，C 哥好凶哦！怎么，这就没招了？你功夫又猛，嘴又贱，你还说你不是暗卫？功夫又猛，嘴又贱，这小子到底在夸咱还是在骂咱呢？他说啥了？我好像没听清。你说千骑营的人功夫又猛，嘴又贱。我也听到了，就是这么说的。不是，你们耳朵都不好了。哦对，是说的千骑营。既然说了千骑营，那咱们也该给千骑营带个话。没错，而且咱们呢要重点带话给千骑营的副统领陈凯旋。是了，毕竟啊，凯旋除了是千骑营的副统领之外，还是陈气的亲哥哥。我好像懂了，你们似乎在说一些阴招。明夫妇抱抱呢。明夫妇抱抱呢。闪电小狗，你直接坐在我头上，你礼貌吗？下来，马车借小爷一用。再往前一点，小爷要看到那边发生了什么。好的，陈小公子。小四，你口水兜上怎么有2个洞？叶小四嗷嗷呜，不说还好，一说就生气气。是咬洞，还能有小动物敢咬你的口水兜？他是不是不知道你一爪子能把顽石拍得稀碎？官爷，您再等等，让我们再试试，说不定他愿意跟人走呢。咪咪，小猫猫，你跟姨姨回家怎么样？姨姨家里有好多好吃的。以后啊，你要是走丢了，肯定也是这种情况。明夫妇，你看它像不像掌柜的养的猫猫呀？哪个掌柜的？明秋正要问，然后就发现小橘猫尾巴上少了一撮毛，而且少的那撮毛还是个闪电形状。好家伙，那不是小四给挠的吗？所以这真是江南那只橘猫。我说从江南回来的时候，小郡主那车铃时怎么叮叮咚咚响？原来是他在里面。明夫妇，我们把它带回家好不好呀？那猫跟你有仇啊？叶小四嗷嗷呜，小眉头都皱了起来。啊，啥仇啊？能把你气成这样？你口水上的2个洞洞，不会就是那只流浪猫给你咬的吧？叶小四嗷嗷嗷呜！你情绪这么激动干什么？难不成还真是？这不就是冤家路窄了吗？这也不知道是不是小四暴躁的气息太重，小橘猫顺着气息方向，惊惧中带着期待的抬头一看，然后就看到了人群外层的坐在明秋肩膀上的他最喜欢的那个叫团团的小人类。明夫妇，他好像是在给团团打招呼哦。明夫妇，我们把他带回家好不好呀？不是，你再这样，我袖子就要燃起来了喂！你要去揍猫，
现在，兄弟，你听哥一句劝，你现在去不得，你去了就是欺负小猫咪。你想啊，你白白净净的，它是脏兮兮的，而且现在还有那么多人看着呢。你要是去揍它，人家肯定会说你恃强凌弱。叶小四嗷嗷呜，听不懂，但是觉得有道理，是怎么回事？就在陈气给叶小四出谋划策的时候，天上一朵乌云飘了过来，头顶上也开始有了一阵阵的轰隆轰隆的雷声，十分有雷电之势，看起来是要下一场暴雨。暗卫和陈气也看了看小四，大家都在用眼神说，不就是蹭了下小郡主，小四爷不必搞出这种要把人家劈成渣渣的阵仗吧。爹爹，团团捡了一只小猫猫哦。好，小郡主回来了。白姬放下抹布，走过来看看他有没有淋雨。放心吧，一点雨都没淋着。虽然咱出门没带雨伞，但是没关系，陈气的随从带了。啊，你们这是土匪窝吗？明寨主，有人喊你。哎，你们的风评还真是来的不虚呀。团团是干干的哦。呵，那就好。白白，爹爹去哪里啦？王爷进宫去了，今日是2轮朝。白白，团团今天出门捡到一只小猫猫哦，团团带你去看。后厨前面有个清洗房，暗卫们正打了一盆热水给小橘子洗洗，可是清水根本洗不干净，也不知道他是去哪个臭水沟里打了个滚儿，身上多处猫毛都打结了。暗卫只好去找厨子要点洗锅底用的清洁粉，可是暗卫才刚一转身，原本蹲在一旁看猫洗的小四爷立刻就伸出一根雪白雪白的小爪爪，并且额头上的金色闪电还亮了亮，这是放电的前兆。白白，团团今天出门捡到一只小猫猫哦，团团带你去看。小四爷，只见小神兽飞快地将爪子放到洗猫盆里，随后就听一声噼里啪啦的声音，小橘猫喵！叶小四呀，小四，你不可以见橘橘哦，橘橘又不可以吃，咱们下次见那种可以红烧的好不好呀？小四开开心心地蹦了起来，宛若一只懵懂无知、天真可爱的小狗仔。小狗仔走到洗猫盆旁边，再次伸出爪爪。不是吧？可是人家小四这回并没有漏电，不是，并没有放电，只是邦邦在洗猫盆上敲了2下。嗷嗷呜，你要是再装晕，本座就来真的了。橘橘乖哦，小四不会电你了哦。橘橘乖哦，小四不会电你了哦。暗卫担心小猫洗着凉，于是打算重新换水，并且还分了人手，12给小四洗爪爪，暗卫 A 和小芳他们几个负责洗猫。不行，水温还是不够。刚后厨说，这清洁粉泡水之后，还得给猫搓一搓才洗得干净。把这个架上，下边烧点水，水就一直是热的。好主意。喵了个叉的，你们和那个漏电玄虎是不是一伙的？菊菊别害怕，他们不吃猫。对了，胖哥，快给撒点清洁粉。喵喵的，还说不吃猫？不是，你洗猫就洗猫，你放葱姜干什么？这不搞顺手了吗？
那个菊菊啊，你听我解释。哎呀呀，骂得好脏啊！吉吉不怕我，不吃毛毛哦，煮熟也不吃哦。小神兽直接一个闪现，啪，一爪爪给小橘猫拍回了锅里。府里杀猫了？哦，是喜猫，就是江南那只喜欢趴在窗户上的橘猫，跟着小郡主来了京城了。喂，你爹怎么说？小郡主回来了？哦，回来了，这会儿在后厨那边看着喜猫洗虎。那有什么好看的？可有看头了，宛如宫斗。金小金这会儿都在写阴了神兽后我被强行按住并湿透了全身的话本子。父皇下了内旨，平津总督梁思远所有的直系亲属终生不得为官，抄家所得款项抵扣贪腐数额，不足的部分由梁思远的儿子补足。那就是还要抄家。那尹家呢？处斩。原本是今日处斩，可是天公不作美，竟然下起了大雨。尹居正，天给你求情，朕便许你一个心愿。多谢皇上隆恩，罪臣的确有一心愿，求皇上能饶了贱内一死。皇上，恕罪臣无法替皇上办事了，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工部尚书尹居正，明日午时，午门处斩。出宫前，我可否去拜别长老？不可。有何不可呀？带尹大人去便是。皇上虽然下令处斩，但并未说收监，任何人不得限制尹大人的自由。尹居正冲着昔日的同窗好友点点头，没多说，便抬步朝着文渊阁走去。什么叫做工部的尹居正？尹大人的名字岂容你如此轻视？张回发脾气，那就是真发脾气。说错话的小太监立刻就挨了20板子，小太监被带下去，张回这才走上2楼，叫了尹居正上来。学生告退了，您保重。张回点头，目送尹居正步履沉重地沿着2楼的楼梯往下走。长老，皇上请您去一趟太极殿。一会儿把这盆花送到九王府去，叶团团就喜欢这种花花绿绿的东西。是。小郡主若是看到这花，铁定要举起手围着跑圈圈，然后说最喜欢皇爷爷了。别送去了，叫他自己进宫来端走。皇上，您刚才还召见了军机处张大人。就算小郡主来了，您也没时间陪她。话音落下，张回便已经到了太极殿。张回屈膝就要见礼，叶君渊摆摆手，直接免了。朕见花开了不少，又新得了2盆根雕，便叫你也来瞧瞧。谢皇上。皇上亲自浇灌的花，盛开的时间段都比其他花卉要早，花草也能感知隆恩。见了尹居正了？是，皇上。你是觉得朕不该杀他？老臣不敢。你若是不敢，你就不会见他。臣思及左相之位暂空，今又空于工部尚书之位，皇上同时失去2员大员，老臣担忧，才见了尹居正。皇上恕罪。张回知道怎么安抚楚皇，楚皇自然也知道张回这个老头是个满身心眼子的老狐狸。楚皇冷哼一声，突然有点挂念单纯的小乖孙女了。爹爹，玩玩，佳佳。
真是，手明明那么短，还非要吃离他最远的菜。啊，烫，要吹一吹才能吃。你一天不说叠字，是不是能死吗？九王爷日常嫌弃好大儿，日常嫌弃叠字侍卫长。虽然很嫌弃，但是他当一个夹菜工具人，还是非常尽职尽责的。夹了一个丸子之后，又飞快地夹了一片青菜。爹爹，你是不是笨蛋呀？团团刚才说的是丸丸，没有说弟弟哦。夹一送一。爹爹人还怪好的嘞。咱就在这儿吃，别去挤了。你看看你脸上都有小四爷的爪爪印了。帅叔叔，于饼饼。乖，就在这里吃。哦，不好吃呢。于饼饼没有爆浆哦。哼。于饼饼没有爆浆哦。哼。被小郡主说不好吃了，死了算了。死啥死啊，多不吉利！你要往好的地方想。你看啊，小郡主都说了，是因为没爆浆所以不好吃。那你改良，做成爆浆的不就行了？爆浆的也挺好做的，江南一带的厨子都会。我一个专门做饼的厨子，我难道不知道爆浆鱼饼是江南的特产吗？好好的鱼饼为什么要加爆浆？不管是甜口的浆还是咸口的浆，都会破坏鱼饼原本的营养和清香。江南的厨子就是喜欢搞那些个花里胡哨的东西。花里胡哨怎么了？小郡主喜欢。咱也别管啥花里胡哨不花里胡哨的，反正小郡主喜欢才是最重要的。咱也别说爆浆鱼饼有多少人会的事儿，鱼饼这个东西是贡州城最先出现的吃食。黄师傅做的鱼饼是正宗的贡州鱼饼，虽说小郡主不喜欢，但也的确是失传已久的手艺。最近因为失职而要被砍头的尹尚书，似乎就是贡州人哈。你知道个球啊！贡州城那是鼎鼎大名的清流城，出个尹尚书那简直就是意外。你要是再敢说这种话，我就把你砸碎了，做个爆浆御厨。那尹祖先干的那些事儿，真和尹居正没关系？而且在江南水灾之前，尹居正不久已经对江南有一定的掌控了吗？石女子的事情，他不可能不知道。尹尚书此人是个做官的料，但不是个做爹的料。尹尚书其人是个工程痴，贪腐绝非本意。哦，原来如此。明日午门斩首，你可要去看？菜市口四面的茶坊包厢都已经被预定满了。父王，明寨主。大哥哥呀！见妹妹如此热情，叶晨原本冷淡的神情也立刻变成了和煦的笑容，很是自然地将小团团抱过来，然后把藏在袖子里的春季新品蝴蝶结拿出来给他。哇，姐姐，好看吗？好看吗？好看。父王，菜市口的茶座虽然订满了，但我定下了一家木发铺子。看来文武百官都很关注尹尚书的这一趟斩首啊。小郡主啊，你在看什么呀？看看一会儿去修了头发回来，团团会不会变帅哦？肯定会。小四也会变帅。太极殿的双色妖姬开花了，让叶团团进宫来看看，喜欢就端回去。顺便告诉老九，朕得了一残局，让他来解。皇上今日罢朝，需九王爷即刻动身入宫。
奴才这就告退。得，你们是去不成木发铺子了，只能我去洗个头发了。那座木发铺子除了做修剪之外，便是做香薰洗发。洗发有玫瑰花、茉莉花、明兰花3种香味，明寨主可任选其一。我一个大男人，我洗什么花香啊？厉害啊，还是大公子厉害，调侃人于无形。你说我以后会不会也是这个下场啊？你疯了吗？你说的是什么话？严大人，那是万条性命的大错，是不能类比的。那梁思远怎么不拉出来鞭尸，只罢官抄家？圣上何时说了只抄家？圣上说的是金南堤之花费，梁家负责。意思是这个世界上只要还有金南堤，那么所有费用都是梁家负责。这是抄家？不，这是几代人永远为奴。就算是我送送严大人吧。说完便起身走了。这场砍头不看也罢。你走暗门，你走暗。本将记得上一任礼部尚书在青鸾之乱之前，作为谈判使和南蛮乌贼协商时，因为个人冒进贪功，导致青鸾之乱提前爆发。虽说不是根本原因，但属于是导火索呀。错误不可谓不大，可是那时的礼部尚书也只是贬官而已。后面这句陈鼎益没敢说，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午时已到，斩！丽娘，我这辈子欠你的恩情还清了。刀下留人！快过来，朕抱抱。皇爷爷，团团给你带回来的小石头，你用来煎肉就吃了吗？吃了。朕的小娃仔带回来的石头，比其他石头煎出来的肉可好吃太多了。那皇爷爷会给团团回礼吗？当然要给小娃仔回礼呀。太极殿那边有一盆双色妖姬，去看看喜不喜欢，喜欢就带回去。小郡主，双色妖姬是一种花儿，能开出2种颜色，配上叶子就可以说是非常的大红大绿。哇！还不领小郡主去太极殿？是。父皇似乎今日心情不错，当真要下棋？你今日要是敢赢朕，那就去法场把隐居证换下来，你上去砍头。父皇根本就没有要杀隐居正的意思，哪里用得着儿臣去换？今日朕先下。父皇将隐居正逼到如此地步，儿臣猜想，一是水灾，二是隐居正一个京官尚书，竟敢私下将手伸向江南。自打左相身体抱恙这3年以来，6部多少都有些松散。你什么都懂，干脆你来当皇帝。既然知道朕是要杀一儆百，那你又怎么断定朕不会真的杀隐居正？父皇要杀人，朝堂上便杀了，用不着拖到第2天午时。爹爹，皇爷爷呀，快看看团团帅不帅呢？是奴才没看好小郡主。无妨，老奴昨儿看到那盆双色妖姬有4朵花，2朵盛开，还有2朵是花骨朵。我可能永远看不出来了。娘，我可能永远不能回家吃饭了。
怎么把小神兽给忘了呢？在花骨朵儿出现之后，整个御书房都是满满的省略号气氛。王爷爷呀，团团是不是变帅了？哈哈哈哈哈！真不愧是朕的亲孙女儿，不过是10年开一次的花罢了，能戴到朕的小娃仔的头上，亦是他们的荣幸。小郡主戴得好，有赏。谢皇上，谢小郡主。娘，等到了出宫假期，我就回家吃饭。人生真是太大起大落了，上一秒我还觉得我要死了来着。